我是1毫米足迹的田径，我是铁锤。我们现在开车去紫荆关。吕氏春秋里说天下9赛，其中有人说里边有一个荆阮，说是紫荆关。虽然学界不是都很认同，但是传的还是挺广泛的。紫荆关是内3关之首，你知道是哪3关吗？居庸关、紫荆关，还有个叫倒马关，不知道倒马关在哪儿。居庸关在北京嘛，咱们经常去，所以这次就来紫荆关看看。这条路好繁忙呀，古人选的这些关口都是天然通道，自古至今都很繁忙。我弯道超车呀！嫌我太慢了。安全第一。这一面的雪都没化呢，阳面都化完了。好像快到了耶。这边是紫荆关镇吧？镇，紫荆关镇，这属于河北保定的易县。它往那个方向走就是涞源宣化。涞源宣化大同。紫荆关的名字特别好听，叫紫荆，应该是满山遍野都有紫荆花。哦，到了。哎，看到了这个关口，这儿有一节长城。找地方停车，拐个弯看看。那儿停车。好。这是停车场嘛，简易停车场。哎，还能晒着太阳呢，这能晒着太阳，为什么雪都没化？温度太低了呗。刚才一路爬坡，这块海拔肯定上来了。行，就停这边儿。好，拒马河。这会儿没水。有水冻了。看着车好繁忙呀。万里长城紫荆关，我们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们从易县，然后清西陵方向过来。啊，在这里。哎，快个头！紫荆关，66度。京西100度，66度。不是有什么10度啊什么的风景区吗？哦，这是66度哎。我们从这儿下去看看，那边有个城门洞，看能不能登上去。这下去就河边了。这路都是冰，车过来还挺危险。哎，你带防滑链了吗？带了。太好。一直常驻防滑链常驻车上的。你刚才摔了一跤吗？滑了一下。这边城墙都是石头砌的，像居庸关、八达岭那边都是砖。这应该是水门，过水的。你看，它水可以直接到拒马河。哎，能过去，通的。这是个正经的门，肯定是淤塞了。发大水的时候把它堵了。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个56年的省文保。这个碑好可怜呀，孤零零的。紫荆关，河山带立。万历丁亥夏。万里长城紫荆关段，96年的全国重点文保。上面是砖，下面是石头。这个炫动还挺完美的，完整。这边没字。这有马道，可以上去。是木头的。还是维修了的。木台阶太容易上了，也不打滑。哇，视野真好。
看。哦，远远的，都拍不着，看能推过去点吗？哈哈，在拒马河上玩冰车。所以说紫金关吧，它这边北面主要防守就是北面就一条河，任何口都能进来。这河吧，你冬天这么冷，它肯定就冻上了，它就没有险可守了。你看那边那么宽阔，山也不是很陡峭，肯定有很多的小路。这山不高，这不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儿，所以感觉这块儿，你看这加上他们居民的居住啊，这个关口有点乱乱的。没有古建了，咱们刚才开车进来，一路上没有古建，就是一些很普通的乡镇的样子。这肯定是城楼上原来有楼，城楼。就对，你看就剩下这么一节 L 型的了。这不都是什么槽？这不有个豁口？对啊，而且现在这个豁口，你看来往的车辆特别多。出关入关，不走城门洞了，只能把城墙豁个口子。我们刚才就从这儿过来的嘛，看看往那边走会不会有路上去？还是无人机探探路吧。现在冷了，不能在外面待太久。看，这是北边，这拒马河，北城关要防守的这个方向，一马平川的。然后现在冬天河也冻上了，从北边来的骑兵直接从冰河上就过来了。山脊上有长城，肯定是往那边一直延伸，一直到居庸关。山上有路，有小路。看资料里说，这边长城有很多很多的隘口。如果北方有敌人来犯的话，他不一定非得从这个关口走，他从旁边的小路一样过，等于紫金关无险可守。太行山脉在黄土高原的东缘，西北侧总体地势平缓，西南侧是华北平原，总体落差明显。紫金关正好就处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之下，北面需要防守的方向地势平缓，远处还有怀来小盆地，可以作为来敌的休整服务区。而关城的南面战略纵深的方向却落差明显，地势陡峭，就连粮草补给都很困难。现在很多人一见到长城关口就说什么雄关天险，易守难攻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之类的鬼话，实在是纯纯的形式主义，完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古代在紫金关发生过几次大战，结果多是守方失利。每从大漠草原奔袭而来的铁马西风想进犯北京，都要先尝试一下居庸关。可是居庸关天险从未失守过，结果是打不过居庸关就打紫金关，打不过居庸关还打紫金关，而紫金关呢，一打就过了，简直就是地主家丫鬟的私生子，天生的受气包。直到清朝之后，实现了长城内外的大一统，紫金关也就不再受这样的窝囊气了。走，咱们从关口那个路进去，到那个南城门看看。等于我们现在是在关外了，在河边就是关外。我们入关吧。好，走古时候入关的正经的大道。就是这儿。这么近啊？对啊。古代攻打幽州城、北京城的话，都是首选居庸关，因为离北京近，而且蒙古那边直接从那个张库大道到宣府，直接就到居庸关了。可是居庸关过不去啊，打不过去，从来没有说人直接就
打过居庸关的。但是他近呀，到那儿总得试试啊。打仗那将军多自信啊，都牛逼哄哄的。请这看看这个城门，这是紫塞京城直隶保定府。哦，这个水门是通的。这么大，能过车能过马。先看一眼水门，那个水门堵了，这个水门行。那边的应该也这么大。对啊，全给拥塞了。这挺高的呢。你看，就光剩个上面一点点了，刚才那个水门。这修过的，这玄洞修过。过了这个门就进关了。我们走的水门进的关吗？我走马道。我走这个台阶，有点滑，陡，是吧？你好在穿的是登山鞋，还好。这要是有冰雪，肯定走不了。是。好在这边阳面就给化了，看你走那几步喘的。那儿都没台阶。你们从哪儿过来的呀？我们保定。哦，就这附近的。对。你要爬也能爬上去，只不过是没必要了。挺高的呢，1米多，也不好上呢。这得一个一个往上爬。上一阶，从那儿踩。这就都得踩这个上，都到我肩膀了，看，不好上呢。得踩这个坑坑上。还是别上了，这算野长城。野长城禁止攀爬，有长城保护条例。下来吧。哎呀，你看你的太能板脏，可脏了，你擦擦吧。你看今天太阳好，还能照着点太阳。是那雪脏的，化了它也。哎呀，突然感觉就干净好多呀！我在这个长城上面拍你真的是太容易了。洗干净啦？这停这吧，太阳挺好的，晒晒太阳。我饿了。饿吃呗。吃啥呀？今天小韩我们吃饺子吧。又吃饺子。每逢节气必吃饺子，这是北方的习俗。没有一顿饺子解决不了的节日。走吧，上车包饺子。我说差不多了。好像肉有点多。你可以剁一点，剩下的做炸酱面。先把肉腌上。今天吃马蹄馅的。你们那儿叫马蹄吗？我们叫鼻涕。咦，好恶心。鼻涕。鼻涕。鼻涕，它学名就叫鼻涕。你现在外面那个饺子的馅儿都是泥，不好吃。
没有口感了，蔬菜的口感都没了。绞肉机绞的肉泥，菜也是泥，尤其什么白菜馅儿啊，这都是菜泥，所以都吃不出来里头啥东西。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小丁儿，这样有菜的口感，尤其是马蹄，脆脆的，特别好吃。太阳都下山喽，我好饿呀！先吃点零食吧。不，我要多吃点饺子。你们用哪个擀面杖今天？我要用那个小圆短的，适合我的。你们南方用那个转的，我不会，我转的不好。不是我们南方，是中原。对，中原地区都是用那种枣核的擀面杖。我喜欢这么擀面皮儿。你捏的是月牙形的，这叫元宝饺子吧？好吧，元宝饺子，元宝型的，还行吧。看这是我包的小老鼠，叫柳叶饺子。你咋不用钢筋锅煮呀？那锅太小了，这个口大，方便吃。方便煮，还是方便煮。看把你急的，等着吃饺子这么着急。今天第2顿饭，一天吃2顿就够了。你看没开吧？没有打开，打开才行。看开了吧？小费可以了。你能吃几个？20个。这都吃上了，忘记拍了，看来是饿坏了。我再找个我的小老鼠啊，这是我的小老鼠。你看我包的小老鼠，不用蘸料就挺好吃的。味道好绝了，而且那个马蹄脆脆的。关注1毫米足迹，跟我们去旅行吧。